歡迎嚟到懸疑檔案。Lululemon 係一間成立於加拿大嘅運動服裝品牌，主打商品為瑜伽服裝，收穫咗好多忠實嘅顧客。然而 Lululemon 嘅門店曾經發生過一單恐怖嘅命案，造成一死一傷。因為行兇手法殘忍，案情曲折離奇，所以一直都被媒體廣泛報道。佢就係喺2011年轟動一時嘅 Lululemon 謀殺案。2011年3月12號早晨8點，Bethesda 嘅門店經理 Rachel 好似平時一樣嚟到鋪頭返工。一進入間鋪，佢就有咗唔好嘅預感。大門冇上鎖，所有嘅商品都散落一地，就連假人公仔亦都瞓咗喺地下。鋪頭嘅後方仲傳嚟咗隱約嘅呻吟聲。呢個時候，隔籬嘅 Apple 門店出邊逼滿咗人潮，排隊購買最新嘅 iPad 2。Rachel 喺隊尾度揾到咗一位身形高大嘅男子，叫佢陪自己進入鋪頭睇下到底發生咗乜嘢事。男子喺鋪頭後方嘅走廊度發現咗一位面部向下瞓喺血泊中嘅女子，睇起嚟已經冇咗生命跡象。跟住佢又喺廁所度發現咗一位手腳被索帶綁住、意識模糊嘅女子。於是 Rachel 馬上報警。Rachel 話俾警方知，呢兩名女子都係門店嘅員工。瞓喺血泊中嘅係30歲嘅 Jayna， 可惜佢一早已經傷重身亡。而另一位女子就係28歲嘅 Brittany。好彩嘅係佢只係受咗輕傷，被送到醫院接受治療之後已經冇乜嘢大礙啦。Bethesda 坐落喺華盛頓嘅西北方，居住喺呢度嘅居民都比較富裕，普遍都接受過高等教育，而治安亦都相對較好，所以當命案發生嘅時候，即刻就造成咗全城轟動，搞到人心惶惶。Jayna 當時喺度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過多幾個月就畢業啦。佢嘅性格熱情開朗，對未來有好大嘅抱負。佢喺門店度擔任銷售主管，除咗拎工作經驗之外，仲可以順便累積人脈，對佢完成畢業論文有好大嘅幫助。公司非常滿意 Jayna 嘅表現，近期好大可能會有晉升嘅機會。Brittany 喺大學時期係學校嘅足球明星，仲因為咁而獲得咗全額嘅獎學金。不過 Brittany 並冇完成大學，之後佢輾轉換咗幾份工，幾年前先至成為咗 Lululemon 嘅銷售助理。佢擁有豐富嘅健身知識，銷售技巧亦都唔錯。公司對佢嘅工作表現亦都好滿意。不過 Brittany 並冇打算一直留喺呢度，佢嘅夢想係成為一位健身教練。而案發當時，佢已經喺附近嘅健身房度進行咗面試。估唔到呢兩位有住美好前途嘅年輕人，竟然會遭遇到不幸。作為本案唯一嘅幸存者，警方嚟到咗醫院同 Brittany 錄口供。當 Brittany 知道 Jayna 嘅死訊之後，佢即刻崩潰大喊，一直不能平復。佢同警方講，佢同 Jayna 尋晚當夜更，收工之後 Jayna 揸車返屋企，而佢就行路去到附近嘅地鐵站，準備搭地鐵返屋企。途中佢發現自己將銀包留咗喺鋪頭，所以就即刻打電話俾 Jayna， 叫佢幫手開門。鋪頭嘅保安系統亦都顯示大門喺尋晚嘅10點05分被開啟。之後兩個着住深色衫、戴住滑雪面具嘅男人突然之間進入咗鋪頭，並攻擊咗佢哋。其中一名男子不斷攻擊 Jayna 嘅頭部， Jayna 不斷尖叫反抗，跟住男子就將 Jayna 拉到咗鋪頭嘅後方，而另一名男子就捉住 Brittany 嘅頭，不斷咁撞向埲牆，並用刀威脅佢將收銀機入邊嘅錢拎出嚟。跟住嗰名男子用索帶綁住咗 Brittany 嘅手腳，不斷用刀界佢，享受睇住佢被折磨嘅樂趣。之後男子又界爛咗佢條褲，並性侵咗佢。呢個時候佢仲可以聽到 Jayna 嘅求救聲，但係之後 Jayna 嘅聲變得越嚟越細，最後完全靜咗。跟住佢哋將 Brittany 掉到 Jayna 嘅身上，當時 Jayna 已經奄奄一息。劫匪同佢講，佢應該要覺得好好彩，因為佢哋覺得佢比較好玩。最後佢哋將 Brittany 抌咗入廁所，跟住佢就失去咗意識，直到第二日早晨先至俾人發現。
Brittany 喺講述案發經過嘅時候，情緒非常激動，佢仲不斷責怪自己，認為 Jayna 係因為佢先至會遭到不測。案發當時，鋪頭並冇安裝閉路電視，所以冇影到案發經過。不過，隔籬 Apple 門店嘅閉路電視就影到兩名着住深色衫嘅男子喺案發當時經過咗鋪頭出邊。經過調查之後，呢兩名男子係附近餐廳嘅員工。當時佢哋着住嘅係餐廳嘅制服，而案發當時佢哋只係啱啱收工，咁啱經過啫。餐廳嘅其他同事亦都證實咗佢哋嘅講法，所以佢哋嘅嫌疑亦都被排除咗。為咗盡快拉到兇手，警方發出咗15萬美元嘅懸賞，希望知情人士可以提供線索。與此同時，警方將注意力放返咗案發現場，而佢哋好快就發現咗唔合乎常理嘅地方。首先， Jayna 嘅死狀非常恐怖，佢嘅身上至少有331處傷口，其中200處傷口集中喺面部、頭部同埋頸部，而其餘嘅131處傷口就集中喺胸部、肩膊、手臂同埋軀幹嘅位置。佢嘅頭骨有13處骨折，導致部分頭骨坍塌，而呢啲傷口都係由金屬掛鈎、士班拿、鐵錘同埋戒刀等至少5種唔同嘅武器所造成㗎。法醫認為 Jayna 喺承受呢啲痛苦嘅時候都仲處於清醒嘅狀態，直到佢條頸嘅後方被拮咗致命嘅一刀。呢一刀直接拮中咗佢嘅頸椎，導致頭顱同埋脊椎幾乎斷裂。睇起嚟，兇手同 Jayna 有住深仇大恨，先至會咁殘忍咁慢慢將佢折磨致死。相反，Brittany 只係受咗輕傷，而且大部分都係皮外傷，最嚴重嘅亦都只係亂咗幾針。從傷口上嚟睇， Brittany 似乎冇進行過反抗，呢啲傷口睇起嚟反而更加似係自殘造成噶。仲有一點就係 Brittany 聲稱兇手曾經侵犯過佢哋，不過法醫就證實佢哋都冇遭到性侵。點解 Brittany 要講大話呢？除此之外，鋪頭嘅工具箱被打開咗，入邊嘅工具都散落一地，而呢啲工具就係兇手作案嘅武器。經理表示，工具箱一向都放喺比較隱蔽嘅地方，如果唔係員工嘅話，好難會揾到佢。如果兇手嘅目的係打劫，佢哋拎咗錢之後就會即刻逃走。就算真係要殺人滅口，佢哋應該會拎出現喺手邊嘅物品當係武器，並向致命嘅部位攻擊，而唔係好似而家咁花時間揾到工具箱，再慢慢咁折磨受害者。呢一點非常唔合理。案發現場有2組唔同嘅血鞋印，其中一組鞋印係屬於 Brittany 嘅，而另一組鞋印就係嚟自一對14號嘅男裝運動鞋。一開始，警方認為呢對14號鞋嘅主人就係兇手，但係詭異嘅係，鞋印只係出現喺鋪頭入邊，並冇離開嘅痕跡。佢哋之後亦都喺鋪頭度揾到咗呢對鞋，鞋墊上仲有血跡。唔通兇手喺作案之後仲特登換咗另一對鞋先至離開現場？經理認得呢對鞋係佢哋鋪頭入邊嘅擺設品，平時就放咗喺 fitting room 度俾客人攞嚟襯衫。如果兇手喺作案嘅時候為咗避免留低證據而換上咗鋪頭嘅鞋，但係呢間鋪係冇賣鞋噶，咁講明咗兇手應該非常熟悉鋪頭入邊嘅環境，亦都清楚知道鋪頭入邊唯一嘅一對鞋擺咗喺邊度。經過檢驗之後，鑑證人員發現咗關鍵嘅線索，鞋墊上殘留嘅血跡同 Brittany 喺案發當晚所着嘅襪上邊嘅血跡一致。除此之外， Jayna 本來泊咗喺鋪頭門口架車，喺案發之後就唔見咗。幾日之後，有人喺距離案發現場幾條街之外嘅停車場度發現咗 Jayna 架車，車入邊有屬於 Jayna 同埋 Brittany 嘅血跡，講明架車係喺案發之後先至被移動噶。汽車後座有一頂棒球帽，帽嘅內側沾染到血跡，經過化驗之後證實血跡係屬於 Brittany 噶。巧合嘅係頂帽內側嘅血跡位置咁啱就同 Brittany 額頭嘅傷口位置吻合。仲有一點就係隔籬 Apple 門店嘅員工話俾警方知，
佢哋喺案發當晚10點幾聽到隔離有一啲嘈雜聲，佢哋聽到咗好幾次嘅尖叫聲，跟住就係一啲物品跌落地下嘅聲音。不過佢哋全程都只係聽到女人嘅聲音，並冇聽到男人嘅聲音。當時佢哋以為隔離只係發生咗普通嘅拗撬，所以就冇報警。種種證據都表明 Brittany 有住重大嘅作案嫌疑，於是佢哋再次揾嚟咗 Brittany 問話。為咗避免打草驚蛇，警方只係非常隨意咁問 Brittany 佢認唔認得 Jayna 架車。Brittany 回答佢認得 Jayna 架車，不過佢並冇錯過。2日之後 Brittany 先至改口話其實架車係佢揸走㗎。當時其中一個劫匪威脅佢將 Jayna 架車揸到幾條街之外嘅停車場，跟住再返嚟鋪頭，如果唔係佢就會即刻冇命。事實上，當晚有一位警察喺巡邏嘅時候，曾經見到有一名女子單獨坐喺 Jayna 架車入邊，亦即係話當晚並冇其他人喺旁邊威脅 Brittany。如果話劫匪真係放心俾 Brittany 一個人去移車，佢可以直接將架車揸到警局報警，或者係向路人求救。就算佢唔夠膽咁做，當佢見到巡邏警察嘅時候，應該都會向警察求救啩。但係佢並冇咁做，反而係乖乖地返到咗鋪頭，再任由劫匪魚肉。呢一點非常唔合理。於是警方喺3月18號以1級謀殺嘅罪名逮捕咗 Brittany。喺整理咗所有線索之後，案件嘅真相慢慢浮出咗水面。根據公司嘅規定，所有嘅員工喺收工之前都必須互相檢查對方嘅手袋，確保冇人順手牽羊。案發當晚 Jayna 發現 Brittany 嘅手袋入邊有一條鋪頭嘅瑜伽褲。Brittany 稱呢個係佢今朝喺鋪頭買㗎，不過佢就整唔見咗張收據。由於當時鋪頭嘅電腦已經熄咗機，而佢哋亦都冇權限重新登入，所以冇辦法睇銷售記錄。之後佢哋就各自離開啦。喺返屋企之前 Jayna 打咗個電話俾今朝負責早班嘅同事，確認咗 Brittany 今朝並冇喺鋪頭度買過任何嘢。跟住佢就將 Brittany 偷竊嘅事話咗俾經理 Rachel 知。Rachel 向警方證實佢當晚確實有收到 Jayna 嘅電話，並決定喺第2日返工嘅時候先至處理呢件事。另一方面 Brittany 越諗越擔心，佢好驚自己偷竊嘅事被揭穿。如果呢件事傳咗出去，佢唔單止會冇咗呢份工，附近嘅健身房亦都可能唔會再請佢啦。事實上 Brittany 一直以嚟都有偷竊嘅習慣。佢喺大學時期就係因為偷竊先至會被學校開除，之後偷竊似乎就變成咗佢嘅嗜好。佢試過偷同屋主嘅錢，仲曾經因為唔滿意前男友同佢分手，而3番4次潛入前男友嘅屋企度偷嘢。前男友仲因為咁而向法庭申請咗禁制令。為咗保住自己所謂一片光明嘅前途， Brittany 嘅腦入邊出現咗一個邪惡嘅諗法。佢打電話俾 Jayna， 佢話自己將銀包留咗喺鋪頭，並叫 Jayna 返嚟幫佢開門。一進入鋪頭， Brittany 就開始攻擊 Jayna。過程中佢仲喪心病狂咁不斷更換工具，慢慢折磨 Jayna， 直到佢停止咗呼吸。作案之後 Brittany 將 Jayna 架車揸走，並坐咗喺車入邊諗緊要點樣善後。跟住佢返到咗鋪頭，將鋪頭佈置成打劫現場。之後佢用刀將 Jayna 條褲解爛，偽裝成俾人性侵嘅假象。然後佢着咗鋪頭嘅14號波鞋，沾上 Jayna 嘅血跡，喺鋪頭度行嚟行去，留低鞋印，誤導警方有第三者出現喺現場。為咗令一切睇起嚟更加逼真，佢解爛咗自己條褲，並喺自己嘅身上製造咗好幾處傷口，最後再用索帶將自己嘅手腳綁住，並匿咗入廁所，等待第2日俾人發現。2012年1月18號，本案正式開審，辯方並冇否認 Brittany 殺人，佢哋嘗試說服陪審團 Brittany 只係衝動殺人，而非有預謀咁殺人。因為衝動殺人喺 Maryland 屬於2級謀殺罪，最高刑期為30年，15年後就可以申請假釋。不過
陪審團對辯方嘅講法不為所動，最終 Brittany 被控1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